一个小和尚上山砍柴，开悟觉醒的心路历程。读完深受启发。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的是关于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的故事。在禅宗的传说中，有这么一则故事。在一个宁静的小寺院里，生活着一个颇有智慧的老和尚和他的徒弟一个小和尚。这位老和尚经过长时间的禅修，已经是一个被众多僧众尊敬的大禅师。尽管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，但老和尚总是显得非常宁静，好像内心没有任何烦扰。每日，他们上山砍柴，劳作之余，老和尚的脸上从未出现过任何的不悦。有一天，小和尚问道：“师父，你每天都显得如此安详与自在，我从未看到您有任何不悦的情绪。您一定是早已达到了开悟的境界。您能不能指点我，为什么我每天都会为一些琐事而心烦意乱呢？”老和尚微微一笑，回答说：“我的徒儿，当你的内心对某些事物产生过多的执念时，就会产生烦恼。但如果你的心无挂碍，何来烦恼呢？”小和尚低头沉思片刻后说：“师父，我每天想到要上山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、诵经，想起这些琐碎的事，心里就很不舒服。这些繁琐的事情总是充斥着我的心灵。”老和尚微微一笑，慈祥地对小和尚说：“我的徒儿，我给你一个指导，若你能依此行事，心中的那些烦恼与无明自然会消散。”小和尚眼前一亮，急切地询问：“师父，那是什么法门呢？”老和尚平和地说：“上山就只是上山，砍柴就心无旁骛的砍柴，生火、做饭、吃饭、诵经，每一件事都如此。专注于当下，完全沉浸在那一刹那，烦恼便无处生根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试试这个方式，看看其变化。”小和尚稍显疑惑：“师父，仅此而已吗？”老和尚淡然回答：“实践出真知。”第二天，小和尚如约前往山上砍柴，按照师父的指示，他全心投入每一步。登山时，他深深感受到周围的自然之美，周围的山脉、流水和满目的绿色似乎都焕然一新。曾经的艰辛与劳累现在变得毫不重要，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新的发现，仿佛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当他开始砍柴时，他的心完全沉浸在那一动作中，技巧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，甚至他能闭眼完成每一刀。这不仅是技巧，更是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享受。与过去的苦楚和疲累相比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在静谧的寺院中，老和尚微微一笑，对小和尚说：“看，你都已经走完了这一整套修行流程，沿途体会到了不同的心境。当你真心实践时，内心便无扰乱。”小和尚欣喜地站在老和尚面前，兴奋地说：“师父，您真的是高明之人，按照您的指引，我确实感受到了变化。”老和尚叹了口气：“生命的真谛就是提升我们的心灵境界。当你的视角和心境升高，看到的世界和所体验的都会与众不同。上山时，你的全部意识应当只在上山这个动作上；砍柴时，全心全意地砍柴。这就是所说的心神合一的境界。只有真正的活在当下，享受此刻的每一细节，
才能领略到生活的真实意义。如果你一心二用，思绪飘忽于过去与未来，那便无法真正体验到现在，烦恼就随之而来。老和尚接着说，要知道，一切都在不断的流转变化中，除了全心全意活在当下，任何事情都不值得过分执念。小和尚听后，似乎领悟了什么。这个故事让我反思了许多。佛教中有句话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心，皆是难以捉摸的，意味着我们不应执着于外物，不应有过强的目的心，那样只会让内心变得浮躁。一切事物，无论起或灭，皆应看淡，维持内心的平和。这故事虽小，但内涵深厚。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并付诸实践，定能获得更高的智慧，达到真正的觉醒。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。若您觉得今天的内容为您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或者实际价值，我们诚挚邀请您点击下方的点赞和订阅按钮，这样您不仅能够支持我们，也能与我们一同进一步深化这些话题的探讨。非常期待与您下一次的相聚。